慕瑶有个竹马哥哥，因为他，我们没少吵架。我曾天真的以为，只要我对他好，他迟早会全心全意爱我。直到顾明发来一张两人赤条条躺在床上的照片，我终于还是死心，彻底离开了他。再次遇见，我正带着新女友看我曾给慕瑶准备的婚房。慕瑶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手抓着我的胳膊不放。陆阳，你找他来气我的对吗？你还是爱我的对吧？我笑了笑，不好意思。你哪位？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纱店里，我站在镜子前，看着慕瑶试穿一件又一件的婚纱，脸上没有不耐，只有激动和欣喜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我爱慕瑶，爱了整整7年，她终于在家人的催促下同意了我的求婚。婚纱店员站在一旁羡慕地道：“慕小姐，这些是陆先生专门为您挑选的法国最新款，都是今天早上刚到的。”慕瑶听着，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。看吧，全世界都知道我爱他，他却根本不在乎。忽的一阵手机铃声响起，我的心跟着揪了起来。那边果然传来顾明的声音：“瑶瑶，你这会儿忙不忙？能来我家一趟吗？我脚受伤了。”明哥哥，你先不要乱动，我马上过去。又是这样，只要我和慕瑶在一起，顾明的电话一定会打来。看着慕瑶挂了电话，急冲冲地跑到试衣间换衣服。我追着来到门口：“瑶瑶，还有几件婚纱就是完了，等会儿我开车送你去吧，不然你下次什么时候有时间再过来还不一定。”“不是了，就穿1天而已，随便拿一件好了。”“可是你都还没有看到我是西装，西装能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可看的？行了，你别墨迹了，明哥哥脚还疼着呢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终于压不住心里的怨气。明哥哥，明哥哥，慕瑶，你到底是和他结婚还是和我结婚？陆阳，你又发什么疯？我说了几百次了，我拿他只是当我哥，我和他什么都没有。这婚你要是不想结就拉倒。我看着慕瑶远去的背影，听着周围店员的窃窃私语，心脏不可抑制地抽疼起来。最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，麻木地做好了饭，又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前等着他回来。等到饭菜都凉了，慕瑶还是没有回来。手机叮的一声，不用看就知道又是顾明发来的炫耀消息。我打开手机，映入眼帘的是慕瑶和顾明赤裸的身体紧紧地交叠在一起。砰的一声，我将手机摔得4分5裂。这就是慕瑶说的只是哥哥，我还真傻，竟天真的以为慕瑶的心会被我捂热，原来她的心和身早就被别人捂热了。再看向墙上的婚纱照和因着慕瑶喜好而装饰的爱巢，只觉讽刺。我和慕瑶是在高3那年认识的，她转学来到了我的班级。她漂亮的像个瓷娃娃，好像活在平行世界里。只一眼，我便喜欢上了她。老师让她坐在我旁边的空位，看着她慢慢向我走来，我就知道这辈子都会栽在她身上。慕瑶转学来这，是因为她在原学校总是惹事，是出了名的问题学生。她爸妈忙事业，只好将她送回到老家。同学听说了她的情况，都离她远远的。我却不信，这么可爱的女孩子怎么会做出那些事？我知道她吃不惯我们小城市的东西。周末我会坐上最早的火车赶去市里给她买她爱吃的蛋糕。怕老师罚她，我会替她抄作业。从不打架的我，也会为了保护她，被校外那群小混混打得全身是伤。慕瑶对每个人都是爱搭不理，只有手机的铃声会让她变了脸色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铃声就代表着顾明。
有一天，慕瑶突然就变了，她开始理我，让我给她讲考试重点，和我一起去自习室，竟然还在我的抽屉里放上折成纸飞机的情书。我想那时的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吧。直到顾明回国后，我才知道，当时他的转变是因为顾明放弃了他，决定出国留学了。可惜那时的我竟还傻傻的以为他是被我的真心感动了。我们最后还是没能考上同一所大学。为了能和他继续在一起，我报考了离家很远的 A 市读书。即使我和他的学校一个在南一个在北，也没能阻止我的步伐。只要一有时间，我就会学校去找他。只是大学后的慕瑶对我完全像变了个人，对我更加不理睬。我唯有靠着那些珍藏的纸飞机去回想他也曾喜欢过我。直到大二的时候，他忽然答应了做我女朋友。那天我开心的一夜没睡，就站在慕瑶的寝室楼下。宿管阿姨觉得我不怀好意，还报了警。我们曾有过美好的2年，虽算不上相亲相爱，但那时的慕瑶对我还是有些感情的。直到顾明从国外回来后，都变了。我们的2人世界里从此多了一个人。顾明总会出现在我和慕瑶的各种场合下，只要我和慕瑶有单独约会，都会被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打断。看着他们2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我怕夜长梦多，急切地向慕瑶求了婚。慕瑶当时并没有答应，最后是在他爸妈的威逼下才同意了我的求婚。顾明知道我和慕瑶要结婚后，更加变本加厉，恨不得整天跟在我俩身边。我看向手上早已提前戴好的婚戒，轻轻地拔了下来。慕瑶，这次就如你所愿，我再也不会缠着你了。离开了 A 市，我坐上了回老家的车。毕业之后就一直为慕氏企业打拼，已经2年没有回来过了。打开家门，一切都还是熟悉的样子。杨洋回来了，瑶瑶怎么没跟着一起回来呀？我看着面前因为没看到慕瑶有些失落的人，缓缓开口：妈，我和慕瑶分手了。什么？分手了？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慕瑶是慕氏唯一的接班人，你和慕瑶分手，你以后上哪找个这样有钱的？妈，我和慕瑶在一起不是为了他家的钱，钱我可以自己赚。看吧，连自己的亲妈都认为我是吃软饭的小白脸，更不用说这么多年慕瑶朋友和家人看我的目光。你赚几辈子能赚那么多钱？我看你就是疯了。你赶紧给我回市去，就算跪下来求，也得把慕瑶给我求回来。钱！自从爸死了，我妈的眼里只有钱。在别人家因为孩子早恋而争执不休的时候，我妈则因为我和慕瑶的关系正拍手叫好。即使后来高考我考上了清大，也没有我毕业去了慕氏集团。更让她高兴，看着面前越来越陌生的面孔，我提起行李走出了家门。后面传来我妈的声音：赶紧给我回 A 市和慕瑶道歉去，下次不带着慕瑶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我站在大街上，正不知去向，忽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。陆阳，果然是你，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是高中的同学李寻。刚到，阿姨没在家呀。那你先跟我去我家，今天可巧了，正好咱们同学聚会。上大学之后就联系不上你了，这下你可得给我留个电话。慕瑶不喜欢这里，也包括这里的同学，所以和慕瑶在一起后，我也跟着疏远了。像这种同学会，我之前是不会参加的，但现在我掏出新买的手机，留下了新的号码。晚上到了饭店，李寻打开包间房门：你们快看，我把谁带来了？哟，可真有你的，这不是咱们班年级第1的陆阳。看着大家说说笑笑，
又好像回到了高中上学的时候，只是那是慕瑶没来之前的时候。对了，陆阳，我听你妈说你和慕瑶要结婚了，什么时候喝你俩的喜酒啊？我拿着酒杯的手收紧，眼睛盯着杯里的酒。我们分手了啊？那个问话的同学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一会儿，旁边的人才开口道：分了也好，和他结婚以后有你受的。慕瑶眼睛长在脑袋上面，哪里看得上我们这群乡巴佬？说的也没错，即使我是世界名校清大毕业，为慕氏赚了那么多钱，慕瑶也依旧看不起我。忽然房门被打开，一个穿着旗袍戴着墨镜的女子出现在门外。抱歉，我来晚了呀，今晚这局真是厉害了，不光陆阳来了，连温大明星都来了。李寻你可以呀，咱们学校的校花都请来了。温黎，他不是我们班的，没有什么交集。印象里，高三以前他一直在和我争着全校第一，只是高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了，他的成绩忽然一落千丈，最后高考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，听说大学也去了 A 市。只不过那时我的注意力都在慕瑶身上，并不记得他上了哪所学校。温黎摘下墨镜，露出那张倾城的面孔。慕瑶是属于清纯甜美型的，而温黎是温婉的古典美人，完全两种风格。桌上仅剩的2个空位，一个是我旁边的位置，一个是距离他很近门边的位置。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会坐在门边的时候，他越过了众人，走到了我旁边。不介意，我就坐这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四周是大家的起哄声。你和慕瑶闹别扭了？温黎凑近我身边，小声问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有些疑惑。慕瑶在 A 市找你找不到，给我打了电话问你在哪儿，他怎么会有你的联系方式？温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眨着漂亮的眼睛问我：你俩怎么了？分手了？真的？我眼睛望向门口，点了点头，错过了温黎勾起的嘴角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不回 A 市了？回，我的人脉关系都在 A 市，那还回慕氏？不了，我打算自己创业。也好，大家许久不见，都很高兴。吃完饭又转战到了歌厅，我不太喜欢那的环境，温黎也怕被狗仔偷拍，我俩一起先走了。没想到隔日就在微博头条上看到了我和温黎同出饭店的照片，标题则是温黎和她新欢男友。我看得摇头，下面的评论区更是说什么的都有，有说我们郎才女貌的，有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。温黎工作室及时发出了声明，解释说只是同学聚会，也没能让这些网友消停。温黎打来电话时，我已经回到了 A 市。陆阳，不好意思，连累你也被狗仔拍到。没事，对你没有影响就好。以前的我一定会怕慕瑶会误会，但现在我是真的不在乎。创业需要钱，而我这些年赚的钱，大头都拿来买房了。当时怕慕瑶受委屈，我买在了 A 市有名的别墅区，价格不便宜，位置又远了些。现在要转手卖了，可不太容易。我把房子信息给了中介，本以为要10天半个月才会有消息，没想到2天后就来了消息。中介说，买房的人要求见我本人详谈，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要求，我也就同意了。再次回到了熟悉的房子里，这次看着四周的婚纱照，心里已经没有那么难受，只静静坐着等着中介和买家来看房。没想到来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温黎。是你要买这里？是啊，怎么不行吗？看着面前笑得娇俏的人，我有些愣神。为了帮我？是啊，温黎答得爽快，我反倒有些无措。我挣钱不就是为了给花的吗？
而且这房子你出的价格也不贵，以后要是赚了，我还要感谢你呢。”我刚要说话，就被身后慕瑶的声音打断：“陆阳，这么多天你去哪了？手机也不接，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你？”我看着脸上带着愤怒的慕瑶，抽出被他紧紧拉着已经变形的胳膊，淡淡开口：“慕瑶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找我做什么？谁说我们分手了？我不同意！”慕瑶忽地瞥到旁边的温离，猛地冲上前，抬手就要打过去。我被这突然的一幕惊到，没来得及拉开他，还好温离反应快，攥住了他的手。我就知道你对陆阳贼心不死，又来缠着他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敢跑到我家里来。不，这已经不是你家了，这里马上就是我的家了。现在请你出去。陆阳，你听到他说什么了？你告诉他，这里究竟是谁的家？我看着面前面容扭曲的慕瑶和一旁看向窗外，倔强地紧抿着嘴，但眼睛在不自觉轻颤的温离，有些想笑。慕瑶，这里属于温离，你不要在这儿闹了。慕瑶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陆阳，你疯了吗？你找他来气我的对吗？你还是爱我的对吧？”“不，我不爱你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虽然心里还是会有些刺痛，但说出来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“陆阳，你现在是被温离迷了心智，我不怪你。你先和我回公司，公司现在出了大事，你再不回去，慕氏就完了。还以为你是来挽留陆阳的，合着你来就为了让他帮你家解决烂摊子。”温离在我身后开口。慕瑶被戳穿了心事，语气不佳的道：“这是我和陆阳的事，还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我不想温离夹在我和慕瑶中间。”拉过慕瑶冷冷开口：“我已经给公司递过辞职信了。”慕瑶有些不敢置信，还在坚持：“陆阳，我知道你怨我，但你想想这些年我爸妈对你怎么样，这个时候你就帮慕家怎么了？慕家爸妈对我怎么样呢？还记得第一次和慕瑶去他家，他爸妈看我那鄙夷的眼神，好像拿钱让我离开慕瑶，都是对钱的侮辱。他爸妈后来会转变态度，逼着慕瑶同意我俩的婚事，也不过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我的能力。毕竟慕瑶还有2个虎视眈眈的叔叔，这些年没有我，慕家早就被他们瓜分了。我可不止一次看到顾明和他叔叔在一起，也和慕瑶说过很多次了，可他根本不信，还傻乎乎的拿顾明当好人。顾明呢？你不是和他在一起了？听到顾明，慕瑶的脸色白了一分，眼里还带着恨。顾明他就是个骗子，我和他只是玩玩的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去找他了。陆阳，你回到我身边好吗？我看着面前卑微的慕瑶，曾经的我也是这样卑微的求着他离顾明远一点。我给过他机会的，不止一次，但他没有一次为了我而拒绝过顾明。那时的我心里有多痛，忽的身后一只小手紧紧拉着我的衣角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不需要了，我们没有以后了，你走吧。这是7年来第一次这样拒绝他。慕瑶有些接受不了，眼里带着不甘走了。我回头看向身后还拉着我衣角，好像战胜的斗鸡一样的温离，高兴了。温离松开手，摇了摇头。慕瑶刚说的贼心不死啊！我着急赶通告，先走了。晚点我让经纪人把钱转给你。在沙发上坐着看了半天戏的中介可算回过味儿了。别介啊，美女，这钱得转我公司啊。啊，知道了。中介看着温离的背影，嘴里嘀咕：现在这明星真有钱啊，合同都不签就敢转账啊。创业确实缺钱，我也没和温离矫情。在房子的基础上，我又和温离协议给了他一部分公司的股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
我没日没夜地忙着新公司的事，对于我来说并不算什么。刚毕业的时候，为了让慕瑶和他爸妈看得起我，我拼了命地去谈合作，在酒桌上哪怕已经胃穿孔，也要白着脸看着对方签了单子才去医院。那时候的我认为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能够比肩顾名，慕瑶就一定会发现我的好。但我错了，那些无数个辗转难眠，只有靠止痛药才能缓解的夜晚，慕瑶一次都没有出现。再一次见到慕瑶，是3个月后的慈善晚宴上，她瘦了很多，只剩皮包骨的身子，穿着我曾经送给她的礼服，低三下四的给那些他爸年龄还要大的富豪陪笑脸。听说慕氏现在只剩下个空壳子，那里的钱都被慕瑶的叔叔分完了。慕氏集团的老总，也就是慕瑶他爸气得中风，半身瘫痪，更是连话都说不清楚。你心疼他了？身后传来软糯的声音。我转头就看见撅着嘴巴，眼里带着委屈的温黎。你不是在剧组，怎么会在这？看见晚宴名单上有你，怕你没有女伴，特意请假出来的。这话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接。温黎抿嘴一笑，好啦，逗你的，在剧组待了几个月了，要杀青了，出来玩玩，放松一下。对了，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。温黎带着我来到刚刚慕瑶求过的几个富豪身边。陈叔叔，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。小黎也来了。你爷爷最近怎么样？好着呢。这是我的合作伙伴陆阳。小黎也开始搞事业了，没办法呀，不然总被爷爷骂没正事。以后我们公司还得指望您帮忙呢。好说好说。温黎凑在我耳边。这群人看着说的好听，他们说的话不能不信，也不能全信。在商场上混迹了几年，我哪里会不懂这群人的心思？只有慕瑶才会天真的以为他们会帮慕家。我和温黎在宴会上宛如金童玉女，却忽略了在阴暗处眼睛带着恨意的慕瑶。宴会后没几天，就看见慕瑶带着我妈出现在视频上。视频里的慕瑶声嘶力竭地讨伐着温黎，说她如何的勾引我，我和她曾经的美好都被温黎破坏。我妈也跟着在一边帮腔。慕瑶的这段视频很快就挤上了热搜，当红明星沦为小三，之前被曝光的照片也被翻了出来。温黎的工作室发了声明，还是止不住舆论的声音。我看着公司楼下也围着一群人，掏出手机拨出那串熟悉的号码。慕瑶，你究竟要做什么？陆阳，你终于舍得给我打电话了。我不想做什么，只想你回到我身边，我们就像以前一样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是你先出轨顾明的？我没有，是顾明，是他把我灌醉了，都是他的错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背叛你。听着慕瑶愤慨的声音，只觉可笑。那天还不是他非要去的，现在又来说这些。慕瑶，如果不尽快澄清事实，我就把你和顾明在一起的视频发出去，让大家看看究竟是谁的问题。陆阳，你真的要为了那个女人要毁了我？是你自找的。说完挂断电话，我驱车回了老家，看着眼前面带躲闪的人。妈，你为什么要帮慕瑶？就因为她家有钱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这么做会害了温黎，害了我。只要你回到慕瑶身边，对你能有什么影响？那个狐狸精是她活该。你这是摆脸色给谁看？我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我。慕氏已经要破产了，你打算攀着的慕家所有的财产都要冻结，还要背上巨额的债务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慕家那么有钱。妈看我脸色严肃，知道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这就去找慕瑶。这个小贱人敢骗我。看着我妈给慕瑶打电话，
约他出来，我没有阻拦，两人一见面就吵了起来。我妈更是直接上手撕扯着慕瑶的衣服。你这个小贱人，慕氏都要完蛋了，你还敢骗我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和你录那个什么视频？你就是要害我儿子，我今天和你拼了！阿姨，只要陆阳肯回来救慕氏，慕氏就不会破产，还会赚很多的钱。救个屁！我儿子才挣点钱，你还想都搭给你们家？你做梦！我儿子早就和你分手了，你别想拖累我们家洋洋。慕瑶不是个有耐心的人，这次也一样，在被我妈的多次推搡下来了脾气。看你是陆阳他妈的份上，我叫你一声阿姨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骗你又如何？只要陆阳回到我身边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慕瑶只是个被宠坏的小女孩，现在看来，或许这些都只是她的伪装。我收起手机，上前拉起被慕瑶推坐在地上的我妈。慕瑶，别再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，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。虽然我不爱慕瑶了，但也不会真的将她和顾明的视频发出去，只是借我妈来澄清事实。我将白天的视频发到了网上，大家看到了慕瑶的真实面目，纷纷倒戈，加上一些水军，很快这件事就变了风向。没想到还真还有人扒出慕瑶和顾明在一起的照片，对比时间，证明确实是慕瑶出轨在先。在一堆评价里，我一眼看到了那张熟悉又从没见过的照片。熟悉是上面的背景是高中时的自习室，里面的我伏在桌上写着什么，后面不远的地方坐着的是温黎，他的眼睛里带着深情地望向我。但这张照片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原来那时的自习室里也有温黎吗？小黎的上学的时候好清纯啊，小黎的眼神好爱啊，小黎喜欢了这么多年，男未婚女未嫁的追他怎么了？温黎喜欢我吗？我拨通了温黎的电话，本以为他会忙，没想到那边秒接。陆阳，你找我？不好意思，我妈和慕瑶的事已经解决了。我也没想到他会那么疯。就这事啊，我看到了那张照片。什么照片？没事，你拍戏吧，回来再说。经过这次的事，慕瑶收敛了很多，已经许久没有出现。我是看到新闻才知道，慕氏已经完了。慕瑶他爸被控制，家里资产冻结，慕瑶也被爆出做了的是富豪的情妇。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，我专注于自己的事业。餐桌上，我看着对方老板喝得尽兴，拿出准备好的合同，待对方签完字，我让助理继续陪着，自己出来透透气。走到卫生间，听到隔壁间传来男女急切的咿呀声音，摇了摇头，只当没听见。刚要推门出去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你先回包间，我叙叙旧就回去。”那女的看了我一眼，走了出去。陆阳，好久不见啊，是顾明。真没想到离开了慕瑶，还会再见到他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慕瑶那个疯女人？就因为她长得好看。慕瑶是好看的，但不是最好看的，比她好看的很多。我能爱她这么多年，是那年高三她在我书桌藏的那些小心思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以顾家的实力，不会在乎慕家那点钱。很明显，顾明也并没有那么爱慕瑶。顾明，你这2年费尽心思的要拆散我和慕瑶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顾明面上是不屑，嘴角带笑。刚回国的时候，我只是好奇，慕瑶究竟是因为什么人能放弃我？后来见了你，我又觉得你也不怎么样，但你是真能忍。我就想你能忍到什么地步才会和那个死丫头分手呢？我再也听不下去，当胸就是一脚。
顾明伸手要抓住我的手，还没来得及，就被我一拳打到嘴里，鲜血直流。打他不为慕瑶，只为这2年受的窝囊气。顾明坐在地上，擦着嘴边的血。嘿嘿，陆阳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慕瑶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他不会轻易放过你，还有你那个小明星女友的，管好你自己吧。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温离回国的前一天，我收到他给我发的短信，明天我就回市了。想起照片那双深情的眼睛，几点到？一起吃个饭，担心又被狗仔拍到。我和温离吃了顿简餐，就开车送他回家。出了地库，我停好车，刚要下车，就见旁边忽然闪出一个人影，手里拿着刀，奔着温离冲了过去。温离，你去死吧！温离躲闪不及，被划伤了手臂。我赶忙跑了过来，一脚踹了上去，看见了倒在地上熟悉的身影，是慕瑶。陆阳，没想到你也在，你让开，今天我杀了他，我们就能重新在一起了。慕瑶红着眼睛，凶狠地看着温离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，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你把刀先给我。不行，都是他的错，要不是他勾引你，你不会离开我的，慕氏就不会出事，我爸也不会中风，我也不用跟着那群老头子，今天他一定要死。我看着后面正在靠近的保安，安抚着慕瑶，你杀了他，你也要坐牢，我们还怎么在一起？你先把刀给我。慕瑶听到我松口，神情缓和了些，你真的愿意回到我身边？我看着保安从身后用电棍将慕瑶击晕，忙拉上温离，开车直奔医院。温离的胳膊划伤的面积较大，需要缝针。我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。之前的我对温离可能还是感激居多，但今天看到温离受了伤，才知道心里已经有了他。慕瑶最后因故意伤害罪被判了5年。1年后，我成了 A 市10大杰出青年。在颁奖典礼上，被问到最想感谢的人，我看着下方坐在人群中间，一眼就能看到的温离。我要感谢我的未婚妻温离，是她在我的事业初期帮助我，一直陪着我。同年，我和温离在爱尔兰登记结婚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新婚夜，温离窝在我的怀里，我翻看着相册，忽然再看到一张熟悉的照片。老公，你看什么呢？我揉了揉温离的小脑瓜，自习室的这张照片怎么拍到的？温离难得的有些脸红，就高中爷爷让我转学到 A 市，我不同意，爷爷调监控的时候看到的，所以你在高1就开始喜欢我了。是啊，所以我比你喜欢我要多很多，你以后要好好还给我。所以当年那条评论是你发的？那也不是，是陈姐发的，那也是你默认发的。哼。我和温离婚后的第4年，我俩的儿子陆世瑜已经2岁了。这个臭小子每天不是在闯祸，就是在闯祸的路上，只有温离能治了他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看我折的纸飞机好看吗？我不在意地看向孩子手里拿的小飞机，忽然瞪大了眼睛。谁教你折的？妈妈呀，你快跟我来，妈妈折的可漂亮了。我快步走下楼，就看到阳光下温离坐在地毯上，手里折着什么。小黎，当年在我书桌里放纸飞机的是你。温离双手揪着手上的纸，不敢抬头看我，红着脸道：你才知道啊，原来如此。当年那些在书桌里写满相思的纸飞机，我一直以为是慕瑶害羞，才用这种方式回应我。这么多年，我竟都没有怀疑过，那个明明眼里充满嫌弃的人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我将地上的温离紧紧抱在怀里，还好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慕瑶番外，进监狱的第1年，我恨所有人，恨陆阳，
恨他为什么没有一直爱我，恨他变心，恨温里。当初是他说会给我爸公司机会，只要我答应陆阳和他在一起的，我答应了。但他后来为什么要来抢陆阳？最恨的是顾明，他为什么要回国来打扰我和陆阳的生活？没有他，我已经和陆阳结婚了。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是他们对不起我，我在这里面受的这些苦日子都是因为他们。等我出去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，大不了就一起死。在监狱里的第2年，我开始后悔度日。我明明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和生活，我当时为什么不好好珍惜？每每想起曾经深爱着我的陆阳，我都会心痛得难以呼吸。我那时明知道他介意顾明，他不喜欢我和他在一起，我为什么不听他的话？我总觉得他会一直爱我，纵容我，我就肆无忌惮地伤害他。他当初是不是也这样痛过？如果人生能够重来，我一定要好好爱陆阳，再也不会放手。在监狱里的第3年到第5年，我都是靠和陆阳的回忆活着。每每被这群人欺负到想要自杀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陆阳。我要活着，活着才能再见到陆阳。只是陆阳为什么一次都不来看我？我终于出狱了，没有人来接我。我打车回到了家里，得知我妈在我进监狱的第2年就离开了我爸，离开了穆家。我爸也因为无人照料，在去年去世了。这下真的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听说陆阳和温离结婚了，我很想再见见陆阳，但又不知道用什么理由。直到我看到那个我和陆阳曾经的婚房在出售，我打通了电话，我再次来到这里，已是物是人非。我知道陆阳喜欢我穿白色裙子，他说那样的我像漂亮的洋娃娃。我摸了摸身上的白裙和脸上的皱纹，陆阳会喜欢现在的我吗？你就是要买房的吧？进来看看吧。我看见来的女人脸上带着不耐烦，嘴里嘟囔：真是苦命，现在连这种小事都得我干。陆阳没有来，温离也没有来，房子里落满了灰尘，看样子几年没人来过了。屋里的陈设没变，只是我和陆阳曾经的结婚照已经没了。我还是忍不住开口：陆阳和温离，他们还好吗？那女人诧异地看着我：大姐，你家是断网了吗？我们老板和老板娘那天天各大网站腻歪的视频，你都看不见。你别看这房子价低，一点毛病没有，就是我们老板和老板娘住着心里犯膈应，不然不能这么便宜。我贷款买下了这栋房子。陆阳，这一次换我在家里做好饭菜，等你回来好不好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